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制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。我这是回到了1985年。前世为了弟弟的500块彩礼，我被养母刘英和养父林东强逼着签了自下煤窑，结果煤窑塌方，赔偿款全被他们拿去，最后我被弃养，最终只能在出租屋里郁郁而终。这辈子我绝不会再被这家吸血鬼吸一滴血。还在睡？村里的林老板招人下煤控，一天给2块，我已经替你签了名了。是啊，魏国养了你20年，你弟弟的彩礼钱就差500，为了你弟的幸福，该你做点什么了。这煤矿我不下。养你这么多年，让你做点贡献你都不愿意，你要不下，这个家就没有你的份儿。我贡献的还少吗？我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，结果你把名额给了弟弟，我靠自己进了制糖厂，每个月35块工资，给你们30块。你们就给我吃野菜梗。哎呀，野菜梗怎么了？那是忆苦思前。最后连制糖厂的工作名额都让弟弟顶替了，这家我不需要你赶我走，我自己也不想栽了。好啊，原来养了你20年就养出你这条白眼狼。行啊，要走你把老娘的养育钱还回来。行，你要多少？这么多年吃我的住我的，你还我5000。这个年代一个家庭10年都攒不下5000块，这是铁了心要逼我下那个吃人的煤羊。丁天童系统觉醒成功，当前解锁功能万物鉴定，可洞察世间万物真实价值，收获3人震惊值即可解锁下一功能。有这系统，我能够在这个时代打拼出一番事业，不会再被这一家人活活吸血。好，就5000没问题，但要限期3个月内给我攒齐。3个月就3个月。行，咱们立协议。3个月内你要还不上这5000块，就乖乖滚回煤阳赚钱。这个香炉是我用自己钱买的，我带走。这家里的一根草都不许带走。3个月想赚5000块，做梦！难道那破炉子还是聚宝盆不成？快让开！快让开！哎呦！哎呦！你要干什么？别动，我帮你正骨复位，不然你这脚踝得肿好几天。咦，真的不疼了？你是镇上人，怎么没见过你？我刚分配到红旗镇当老师，我叫舒曼。舒曼，这不是我们红旗镇走出来的那位女富豪的名字吗？上辈子我被逼着下了煤窑，根本没机会认识她。现在的她还没开始经商，还是个老师，这可要提前打好关系。就算有系统，这软饭强强联合的路子也得走一走。你这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？我娘最近咳血，我想带她去县医院看看，可光检查费就要30块，我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就想着做些年糕去县里的市集卖。可现在，舒老师，年糕利润很低，你母亲情况紧急，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够30块。我知道，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有办法，卖掉这玩意儿，你母亲看病的钱也就够了。你是说卖了它？这玩意儿能值30块？你别寻我开心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想别的办法。我说可以就可以，你信我一次，跟我走。这种地方只收古董吧？我们不是应该去废品站吗？二位有什么好东西要出手？老板，看看这个。这是宣德年间的铜香炉啊！看这包浆，这工艺，这小炉子，这居然真的是古董。宣德炉存世极少，这位小兄弟能拿出来，看来是懂行的。您开个价，50块。行家，报价1分不多，1分不少，50，我收了。50块。丁震惊值+2，系统下一功能解锁进度2/3。这么快就能解锁做下一功能了？拿着，快带你母亲去治病。魏国同志，谢谢你，这份恩情我一定记着，以后一定报答你。
强叔，你家魏国刚才在县里的文物店，一个香炉卖了50块。看看，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家那个有出息的儿子，收破烂的，丢人现眼。我干什么跟你没关系，以后我的事儿跟你们家也没一点关系。放！你一天没赚到5000块，就一天还是老子的儿子，老子就还是你爹，我想骂就骂。我可没你这种自私自利、蛮不讲理的爹。收废品喽！旧书旧报，破铜烂铁。看你能蹦到几天！收废品的，等一下，我们有东西卖。魏国同志，你怎么干起这个了？职业无贵贱，自力更生嘛。你这话说的对。这几个件子是什么宝贝？一个就值150块。这些我都收了，10块钱行不行？哟，出手这么大方，是不是看上我们舒曼老师了？舒老师知书达理，落落大方，谁不喜欢？这人说话做事一点不像农村出来的，好沉稳，还挺有魅力。原来那些老师为了增加件子重量，拿古钱当配重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可比他们1年的工资都值钱。这漏我捡大了。农村来的吧？走错地方了。我这收的是古钱币，不是锄头镰刀。收工具的在对接。咸丰大钱，这乡下小子怎么会有这种好东西？这东西吧不太值钱，民国的仿品，品相也一般。一枚给你10块钱收了吧。既然你不识货，那就算了。等等，150一枚，6枚900，收了。恭喜宿主解锁过目不忘，可快速记住并理解所阅读的技能类书籍。下一级升级条件：震惊100人，当前进度3%，成交。你小子运气好，居然能淘到这种好东西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啊，就是个回收二手的。一个收破烂的，居然从我这儿赚走900块。既然是收破烂的，那堆旧书也收走吧，省得占我地方。行，10块钱我全拉了。哼，别看了，那是本古医书，晦涩难懂。你一个收破烂的能看懂1个字儿，我跟你姓。跟我姓？我有系统，你跟我比？啊，这技能太强了。医书内容确实晦涩难懂，但我看1遍就学会了7、8成。可以先从最简单的补血散痛膏做起吧。给我包点车前草、蒲公英、接骨木。这一世，我要把失去的全部拿回来。活血散痛膏成了，专治跌打损伤、腰肌劳损，比现在市面上的那些药膏效果还要好不少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？舒曼老师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腰疼的下不了床，我得赶紧去县里给他买药去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好痛，腰好像断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腰疼的老毛病犯了，我来给你治治。你
还会治这个？跟一个老中医学过几年，正好有个方子对症下药。那麻烦你了。这感觉好舒服啊，热热的。好了，你活动一下看看。真的不疼了？这也太神了！你这药膏比我在县医院买的跌打药都好使。古法方子跟现在的不太一样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市场上没得卖吗？估计只有我这儿有。这可是个绝佳的好东西啊！如果能推广出去，肯定能赚大钱。我一个收二手的，哪有这个本事？我可以帮你市场销售对接这些事儿，我来负责。不愧是上辈子的女老板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就这么干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合作愉快。想单飞，做梦！吴婶儿，说好了，这地方500块，我盘下了。卫国啊，你是个忠厚孩子，但这收废品是苦力活，更是个眼力活。你想着一锄头挖个金疙瘩，那不现实。没事，吴婶儿，我心里有数。我不光收废品，我主收二手旧货，万一能从中淘到好东西呢？卖二手旧货的骗子太多了，担心吃大亏哦。我有系统，吃亏是不可能吃亏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吃亏。行，那这儿以后就归你了，祝你大展宏图。东强，不好了！魏国那狗崽子居然拿500块把吴婶那个废品账给盘下来了！什么？那狗崽子哪来的500块？爸，你不是说林卫国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吗？还指望他下煤糠赚钱给我娶媳妇儿？他都能拿出500块盘废品站了，有这钱，我跟娟儿的彩礼早凑齐了。这小子指定背地里藏了钱，就等着跟咱们分家呢。记住，他户口还在咱家户口本上1天，他的东西就是咱的东西。他那破站开业那天，咱们就去把东西要回来。恭喜林老板开业，财源广进。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那药膏在百货商店挂售，反响特别好。短短1周，除掉返利，咱们就赚了300块。这么多！下一步，咱们得赶紧找个药厂挂靠代加工。你这回啊，真的是两开花。那还不是多亏了你，你就是我的贤内助。胡说啥呢？林卫国，你是偷了家里的500块钱来买这个回收站，这回收站理应改成我的名字。一个穷小子哪来这么多钱盘铺子？原来是偷家里的啊，那太不地道。各位乡亲，我每一笔钱都是靠回收二手旧货凭眼力淘来的，这是文物商店的收据，这是咸丰大钱的成交记录，每一笔都有来历。咸丰大钱卖了900块！我的天，魏国这是捡了天大的漏了，这是真本事。那咸丰大钱就是我家的，你偷的就是家里的，祖传宝贝出来卖钱。你说咸丰大钱是家里的，行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咸丰是哪个朝代？这大钱有什么特点？怎么分辨真假？哎呦喂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现在他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连父母和弟弟都不管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们辛辛苦苦供他上学工作，现在翅膀硬了，直接把我们踹了呀！真是个不孝子啊！对呀，养了这么多年，没有生恩也有养恩。这林卫国有了钱，不给弟弟做彩礼，也不照顾家人了。各位乡亲，那我给大家说道他们的养育之恩。4岁上山捡柴，上灶炒菜的是我，辛辛苦苦考上县一中，名额被逼让给林卫东的是我，在制糖厂干了几年，被亲弟弟直接顶替工作的也是我。
这哪是养儿子，这是养牲口啊！天底下居然有这么狠心的爹妈！魏国，这个回收站你好好干，你的遭遇大家伙看在眼里，不会让的你爹妈和弟弟抢走你的回收站。对，不会让他们抢走回收站。哟，挺热闹啊！我听说这地儿换人了，正好我黑狗来了，跟你们说一声，这地方我要了。黑狗，强占他人财产是犯法的。在这儿我就是法，不想找不舒服就滚远点。这黑狗跟他嫂子有一腿。你再闹下去，我不介意跟你大哥聊聊你和嫂子的事儿。你他妈少胡说！信不信老子拔了你舌头？胡说？那我就大声胡说一个。各位乡亲，看黑狗胸前这佛牌，那可是他大哥送给。好，算你小子狠，这地方归你了。山不转水转，走着瞧。魏国，你太厉害了，可这种地痞不好对付，以后肯定还会来找麻烦。没事儿，山人自有妙计。还杵这儿干嘛？等着要饭？我开业酬宾，不欢迎你。你别忘了，协议还在我们手上，3个月赚不到5000，你照样得下煤阳。到那时候，这回收站还是我们林家的。爸，大事不好了！林卫国那废品站最近赚翻了，听说几天就赚了100多。什么？100多？还有，你知道百货商店卖的特别火的那个跌打药膏吗？也是出自他的手。听说舒曼的女儿正帮他找药厂代加工呢。林卫国现在可是财神爷，要是真让他分了家，咱可就1分钱都捞不着了。想找药厂代加工？哼！问过我林东强没有？魏国，咱们的药膏都卖出去了，供不应求，光是这1周的利润就有300块。两边开花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凑够5000，从那个户口本上迁出去了。但是那个制药厂的厂长死活不肯松口跟我们代加工，我怀疑他暗中已经跟别人谈妥了。那个厂长好像跟林东强是发小，看来是我那好养父又在背后使绊子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招。厂长，我们想来聊聊药膏代加工的事儿。放着吧，你的事儿我在研究。李厂长，这可是元德重宝，真正的国之至宝。我之前从一个乡下人手里收来的，要不是最近急着用钱，我都不舍得出手。李厂长，我鉴定过了，绝对真品。这宝贝跟您有缘，您这是捡了大漏了。多少钱？要的不多，1万块就够。元德重宝赝品，现代仿制，价值0元。行，这钱币我确实喜欢，我这就去拿钱。厂长，这钱币是假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钱专家在这儿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个年轻人别在这胡说八道，否则你代加工的事儿提都别提。魏国，算了，如果惹厂长不高兴了，我们的代加工事情就彻底泡汤了。厂长，鉴宝讲究望闻问切，望气看锈色包浆，闻味听声，询问找破绽，切摸掂重量手感。您看这锈色，锈色浮于表面，与西北出土的真品特征不符。您再闻闻真品千年古锈是土腥味儿，这枚有刺鼻的胶水味儿。第3步闻声，真品声音低沉短促，这枚有余音，是火气未退。真锈坚硬如石，牙签刺不入，这枚是酸池做旧后粘上去的，所以这枚元德重宝是故意给厂长您做的局。好啊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
你一个收破烂的懂什么？李厂长，你可别听他的，这是国之重宝，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。口说无凭，李厂长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多找几个行家交叉验证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好啊，这锈迹一抠就掉，里面是新的。你们两个畜生，合起伙来给我做局，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小兄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我要是上了这套，1万块打了水漂不说，家里的钱和厂里的流动资金都得搭进去。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！厂长，您看我们的跌打药膏进药厂代加工的事儿，实不相瞒，你养父林东强跟我是发小，他不让我接你的活，我也是摸不开面子。但你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要是再不帮你，那还是人吗？这活我接了。厂长，那咱们就签了。药厂代加工，销售利润给我们10%的分成，生产能力跟得上的话，多多益善。没问题。有了药厂的生产线，终于不用自己一口锅一口锅的熬了，我也能腾出手来，专心搞回收站的生意了。这狗崽子！以前在家时，我干农活浑身疼得要死，他有这好东西也不拿出来。我看他早就想造反了，就等着咱们赶他出门，好靠这玩意儿赚大钱。爸，你急什么？效果再好又怎样？红旗镇就巴掌大的地方，能卖多少瓶？哪有人天天往身上抹药膏的？我看他就是瞎折腾，生产这么多，早晚急的。就是，等他那药膏卖不出去，全砸手里，亏死他。恭喜林老板，药膏上市第1个月，咱们净赚1000块，这比我当老师3年攒的还多。回收站1个月赚500，加上这1000，离5000块还差不少。而且捡漏古董这种事，光靠运气不行，得踏踏实实把实业做起来才行。赚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红旗镇市场太小了，这药膏这么抢手，咱们得想办法往外推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我正想跟你说呢。我准备去青阳县跑一趟，找百货商店的经理聊聊，看能不能把药膏摆上他们的货架。好主意，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。收废品了，旧书旧报，破铜烂铁。魏国，你看看这些值多少？纸张书籍9分钱一斤，玻璃瓶5分钱一个，我也不细算了，拢共给您7块钱。嘿嘿，还是魏国你厚道。物品晶体管电路设计手册，价值可学习初级电器维修技能。魏国啊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以前苏联专家来援建的时候留下的手册，特地翻译成中文的。后来苏联专家都走了，里头那些技术也就没人懂了，现在只能当废品卖。没事儿，我就当闲书看看，万一学个一招半招呢。过目不忘这技能太好用了，又学会一门电器维修的手艺。收废品嘞！大爷，这收音机发不出声了，我按废铁价给你收了，这个大小的15可以吗？这电视电路老化了，应该是修不好了。这样，我出50，我收了。坏掉的电器修好了，那价格就不是卖废品了，可以当2手电器来卖，利润翻几倍。14寸黑白电视只要150块，小天鹅洗衣机
100块，海燕牌收音机50块，比百货商店便宜1半还多，质量有保证吗？我给你们3包，3年以内，但凡出毛病，我免费上门修。我要买！这一来一回净赚500块，这生意太好赚了。师傅，这收音机，你看看还能修吗？哎呦，老人家，这可是 KT88 西德货，了不得！是啊，跟了我好些年了，前2年不响了，能修好吗？外国货配件难找，我修不了。这穿着，这气派，不像普通人，搞不好是个潜在的贵制人脉。老人家，我帮您看看，兴许能修好。这外国玩意儿，你小孩见过吗？可别出手，反而还弄得更坏了。试一试嘛，万一成了呢？反正你也修不好，不是？小伙子，有胆量，请。这看起来问题不少啊！主控电机碳刷磨损严重，走带机构卡死，功放模块电子管老化，好几处电容漏液，电源滤芯也失效了。你这些元件都是老古董了，不好找。跟我来。走带机构、电容器、电源滤波，终于找到了。最难的点终于攻克了，用2个国产晶体管并联，替代进口的功放管，碳刷从手摇发电上拆下来，打磨后装上。现在就试试。你问我爱，成了！小伙子，你这是什么神仙手艺？太谢谢你了！以后你遇到什么难事尽管跟我说，只要我能解决的，一定帮你解决。魏国，今天我跑去清人县百货商店想谈进场，结果那个薛经理说什么也不肯让咱们的药膏上架，因为你在市集上卖2手电器，抢了他们百货商店的生意。那个薛经理说，有你在一天，药膏就别想进他的货架。这事儿确实不好办，进不了县里的百货商店，咱们的销售渠道就打不开。药厂那边每天几百瓶的产量，光靠红旗镇那点销量，迟早要积压。那怎么办？明天我陪你走一趟，会会那个薛经理，大不了我2手电器不卖了。薛经理，之前摆地摊卖2手电器，无意冲撞了您的生意，是我的不是。今天我表个态，以后这2手电器我林卫国不做了。想进场啊？行啊。让舒小姐陪我出去2人旅游几天，一切都好说。这批货就算烂在手里，这事儿也没得谈。还挺硬气。你们那批药膏没有我百货商店的渠道，至少亏1000块的成本价。到时候来求我，可就不是陪我几天了。我们走。魏国，做生意要懂得圆滑。不用说了，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但要你付出清白来换的生意，我林卫国宁可1000块砸手里，也不会做。林师傅，你也来这儿吃饭啊？哎呦，老领导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海涵啊！
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都认识啊，年轻人就该多交流、多学习嘛。但是薛经理看起来不想和我们多做交流。这话怎么说？我们有一批药膏想要进场销售，但是薛经理眼红我卖二手电器抢生意，故意卡着不让药膏进场，还提出让舒曼用身体换进场资格。薛志才，我以前怎么教你的？诚信经商。领导，明明是用一些二手货抢占我们的市场，老百姓买便宜实惠的二手货，你抢不过，是你能力不行。你不想着怎么改进服务、降低价格，反而刁难人。我回去就跟商业局商量，你这个经理趁早换人。老领导，我错了，我这就改。林同志的药膏，我按照规矩和手续，马上安排服务到位。林同志，明天您就来办手续，我亲自给您安排最好的货架位置。多谢孙老先生了，这话说的，你帮我修好了赔了几十年的收音机，这点小忙算什么？魏国，百货商店渠道一打开，这个月估计能赚3000块。3000加上回收站的500，还差1000多就够5000了，快了。3斤8两，记上。你不是什么都收吗？这些牛你收不收？这些不收。不收？信不信我砸了你的招牌？黑狗，你是屡教不改啊！小子，虽然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知道我的那事儿的，不过我已经处理好了。你没有证据再胡说八道。林卫国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收还是不收？丁，牛腹内检测到天然牛黄，重约50克，价值1000元。行，这些牛我全收了，给你100块。但丑话说前头，收了这批，以后你的生意我一概不做，没问题吧？反正这些病牛都是路边捡回来的，1分钱没花。本来想找个借口教训这小子一顿，没想到还有钱拿。行，就100块，收了这批牛，我黑狗以后不来找你麻烦。对付这种流氓就该报警，凭啥给他交保护费？黑狗哥，你就不想看看你卖的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都是病牛，一文不值。林卫国，人家都说你眼光毒，我看你是老眼昏花，100块买一堆烂肉。去拿把刀来。这是牛黄，这玩意儿市面上有价无市啊！这么大一块，至少值1000块。什么？黑狗哥，多谢你送的大礼。魏国，你也太神了吧！500块凑齐了，快拿去给娟儿，把婚事定下来。爸，这事儿怕是不成了。又怎么了？娟儿他爸最近看到林卫国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对他很是欣赏。周厂长说了，彩礼要提到9800，现在还差1000块。1000块？我去哪儿给你凑这1000块？你爹我卖血也凑不出来啊！爸，您别急啊，娟儿他爸可是制糖厂副厂长，只要成了他的女婿，咱家以后衣食无忧，说不定还能给您在厂里谋个差事。这节骨眼上可不能放弃啊！妈，要不您去跟林卫国说说，跟他服个软，让他回来。只要他肯认咱这个家，我跟娟儿的婚事准能成。我去，那小子现在恨死咱们了。妈，您就委屈委屈，说几句好话又不掉块肉。等咱家攀上副厂长这门亲，以后有的是好日子。行，我去试试。魏国呀，忙着呢。
妈给你带了一筐土鸡蛋。自从你走了之后，妈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一闭上眼就想起你小时候的样子。虽然没有生恩，但妈心里早就把你当亲骨肉了。是林卫东让你来的吧？又缺钱了？这不是你生意做得好吗？娟儿他爸又临时提了1000块彩礼。卫国啊，你弟弟的终身大事，你就当帮帮忙。要钱没门儿！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老娘养了你20年，喂条狗都知道摇尾巴，找你借1000块都不肯，你还算是人吗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回去告诉林卫东，他的婚事跟我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这小畜生，是不是铁了心要分家？没错，我说了，3个月内给你攒够5000块，3个月一到，5000块我双手奉上，你们签分家协议。那你先预支1000，算在5000里头，行不行？想要钱，3个月到期之前，你从我这儿拿1分钱都不可能。林老板，报喜了！跌打药膏在百货商店卖疯了，供不应求。这个月扣除各种费用，咱们净赚3000块。离家才2个月，就到手快4000块了，还差1000，就凑够5000了。对了，我把学校老师的职位辞了，以后就专心跟你做生意。林老板，可别让我亏本哦。哪里的话，以后说不定还得靠舒总提携呢。这么大一块，完整无缺，色泽金黄，上品中的上品，稀世罕见。老板，开个价吧。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诚心价1300，你诚心卖，我就诚心收。成交。这下终于凑够5000了，该跟那家人做个了断，不然迟早被他们吸干血。这真是我这辈子见到最完美的牛黄。恭喜宿主解锁时光回溯，可查看指定地点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。下一级升级条件：震惊1000人，当前进度1000分之0。你们收手，签了它。从此以后，你们的地、你们的房子，我1分不要。你们的养老死活跟我再没关系。我在外面赚了赔了，也跟你们无关。他爸，这小子真在3个月内凑齐了5000块，这分家协议你不会真要签吧？签了的话，以后可就从他身上捞不到1分钱了。想分家呀，没门儿！卫国呀，之前是我跟你妈做的不对，太偏心了。现在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你想干什么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一家人和和美美的，分什么家呢？就是，都是一家人，养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有感情了。你回来以后，你弟弟有的你都有哦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你们赚的钱，卫国也该分一分吧？听说叔叔最近下煤药赚了500块，那按一家人算，拿出来分一半，250块，不多吧？我下的煤药，凭什么给他们分钱？要钱的时候就是一家人，分钱的时候就是养父了，这账算的可真精啊！我们家的事儿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。不签也行，那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。第一，下煤矿的500块分我一半；第二，落在我名下的2亩7分地我要收回来，扩建回收站；第三，3间正房当年盖的时候我出了多少力，出了多少钱，咱们得说道说道。该分我几间就分我几间。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好，一笔一笔算。只要你肯回来，不分家我都给。这可不能给啊！这些都是留给卫东的。你懂什么？只要卫国还在咱们户口本上，以后从他身上赚回来的比这点地多得多。既然你们给林卫东准备了彩礼，那我这个当哥哥的也要结婚，你们是不是也该给我准备一份彩礼？你连对象都没有，要什么彩礼？谁说我没有？我跟舒老师已经谈上对象了，马上结婚。没错，按我城里的风俗，3金加18800彩礼，1分不能少，3个月内筹齐。
18800，你就是把我们家的家底全卖了，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啊！两条路，第一，协议上写清楚，我自愿放弃所有财产，分文不取，从此婚丧嫁娶各不相干；第二，乖乖给我掏彩礼，一分不能少。我签。终于摆脱这一家了。你刚才说跟我搞对象，还搂我的肩，我的清白可都被你毁了。咱们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，如果你想搞对象，我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谁要跟你搞对象，我又没答应你。对了，分家协议拿到了，你赶紧去派出所把户口迁出来，一天不迁出来，那家人就能拿户口本恶心你。明天一早就去。手续齐全，符合分户规定。已经办好了，1个月后来拿新的户口本。恭喜你啊，终于摆脱那一家子了。从今往后，天空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要1个月才能拿到新户口本，我就怕林东强那家人这1个月里还能折腾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我教你个法子，保证跟他们分得干干净净。岳父，彩礼我凑齐了，您点点。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能干，一看就是对娟儿一片真心。娟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岳父您过奖了，我一定好好待娟儿。而且你哥哥魏国最近做的不错，百货商店、回收站都风生水起。以后咱们两家要多走动。我最欣赏你们这样的青年才俊。还好我让爸妈闭口不谈林卫国已经跟我们分家的事，先骗娟儿过来，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岳父放心，我和魏国情同手足，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有早上读报的习惯，你们小两口先聊。卫东，结婚后咱们搬到市里去住好不好？你哥哥赚那么多钱，拿出一部分给咱们买套房，不难吧？那当然，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他自然要照顾家人。放心吧，房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你看看这上面是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们兄友弟贤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分家了？岳父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还能有什么误会？这上面都有治安所的盖章，说明已经受理了。你骗我！你说他赚的钱会给我们买房，原来你们早就不相干了。滚！我周建国的女儿不嫁骗子，滚出去！林卫国，我跟你没完！魏国，今天又跟百货商店签了3个月销售合同，照这个势头，下个月的销量还能翻一番。那当然，咱们的药膏效果好，价格公道，不愁没销路。魏国，你快看！不好！魏国，小心啊！火太大了！老子一定要知道是谁干的。林卫国同志，初步判断，
极有可能是电气短路引发火灾，没有人员伤亡，按普通意外处理。回头我们出个报告就行。不可能！我一向做事严谨，回收站里的线路都是新换的，怎么会短路？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。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支持你的说法。当然，如果你有线索，随时来治安所反映。魏国，算了，人没事就好。咱们还有药膏的生意，足够挽回回收站的损失。不，谁欺负到我林卫国头上，我就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这个年代还没有监控摄像头，这种案子换了别人大概率不了了之，但别人找不到的证据。对了，老子有系统。系统时光回算，我要看看到底是谁放的火。查看指定地点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影像。就是这里，没人发现。林卫东，果然是你！林卫国，你不是能耐吗？我今天把你吃饭的家伙全毁了，看你还怎么蹦跶！林卫东，是你先动的手，怪不得我。这是我收集到嫌犯林卫东的纵火证据。卫国同志，这是其中包括林卫东出现的具体时间、留下的脚印痕迹、汽油残留痕迹、遗留下的火柴梗、纵火后逃离的路线。这些证据链太完整了，时间、地点、手法全都对得上，你这跟在现场看到了似的。立刻出发，抓捕嫌疑人归案。听说了吗？林卫国家的回收站失火被烧了，现在全没了。造孽呀！刚刚有了起色就遭了灾，这又要从头开始。这人啊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老天爷都看不过眼，收了这种没良心的东西。哪位是林卫东同志？我是。两位同志，有事儿吗？我这还上着班呢。林卫东，你涉嫌一桩纵火案，请你跟我们回治安所接受调查。纵火？冤枉啊！我没有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冤不冤枉？回所里自然会调查清楚。听说不好了，你家卫东被公安抓走了，说是纵火。什么？抓走了？为什么？听说是跟魏国的回收站失火的事有关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林卫国同志，现在证据确凿，只要你不谅解，林卫东至少判10年。我明白了，那就依法办理吧。魏国啊，求你了，魏东是你弟弟呀，你怎么忍心把他送进去？他这辈子就毁了，我们林家就断后了呀！魏国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你饶了他这一回吧。现在知道他是你林家的后，是我弟弟了。他烧我回收站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可能还在里面？有没有想过我是他哥？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是成年人。既然是成年人，就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。爹娘，救我呀！我不想坐牢。哥，我错了，哥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烧你的回收站，你饶我这一次。我下半辈子给你做牛做马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要死了。你们放开我！魏国，你说个数，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你不追究，我们砸锅卖铁也给你。11800。1万多，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啊？我不管你是卖屋还是卖田，我就要这个数。这个价格我不是乱喊，5000块是林卫东烧掉我回收站造成的直接损失。这一笔钱可以经过第三方检验，合情合理的。而剩下的6800是我这么多年交给林家的钱，
和我付出劳动应该得到的劳动费，每一笔都是你们欠我的，我要的合情合理。这太低了，我一家老小指着这点收成呢。这回啊，我真的是被卫东掏空家底了啊！可惜了，回收站烧没了，少了一笔稳定的收入。亏不了。嗯，我报保险了。保险？我只听说过城里的大工厂、大单位有保险，从没想过一个收废品的也能跟这两个字扯上关系。开门做生意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，花点小钱买个安心，总比真出了事儿抓瞎抢。那你还真是深谋远虑，林东强那边再赔一笔，凭借你的本事重新开张完全不是问题。这里是11800，我把家里的房子和田都卖了才凑够的，求你放过卫东吧，他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你这次就饶了他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。这是谅解书，拿着它，林卫东的刑期会减一些，但劳动改造至少还要1年半。回去告诉林卫东，好好在里面学做人，别总想着投机耍滑、作奸犯科，出来以后堂堂正正的活。卫国呀，谢谢你。卫国，回收站烧了，钱也赔了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跟我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把保险赔的钱买了辆卡车。红旗镇太小了，要做大做强，不能只窝在一个镇上。下一步，我要去青阳县、去省城建立我们的公司。太好了，正好咱们的跌打药膏也要往省城拓展市场，咱们可以去省城建立根据地，两边一起干。舒总，请上车。嗯。坐稳了，好好感受一下这速度。卫国，你说咱们的公司起个什么名字好？就叫活慢吧。真好啊。架子焊结实点儿。老板，5天前你招我们的时候，这儿还跟坟地似的，转眼就比原来大了1倍，你这是神仙手段。地面分区也清爽，以后称重记账能省不少功夫。老板，我刚来怕干不明白，让李正带你认秤，张大力教你分料，3天上手。不懂就问，问到你懂为止。老板娘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能把站里打理的妥妥当当的。别乱叫，你们老板还没给我发工资呢。这月利润分你一半，够当老板娘了。少贫嘴，说正事儿。废品站站稳脚跟了，下一步就是进军县城，首要是东沿县。明白。老板，东阳县那边收废品的口子全被人堵死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个叫大金牙的地头蛇，全县的大小收废品门面都得给他交份子钱，咱们的人一露头就被他盯上了，说外来的货赶进场就别想竖着出东阳县。
我就喜欢啃硬骨头。居然把7、8家回收站全部连成一片，而且每个路口都有人盯梢，难怪陈东他们一露头就被发现。那俩蹲着抽烟的，咱车一进现场，他们就盯着了。前2次就是他们报的信儿。绕去北边工厂区，废品源头在厂里，不在街上，先去那儿看看情况。师傅，忙呢？这堆料看着不少，清完够发2月工资了吧？发工资，厂里3月没给1分钱了。上面领导正跟大金牙谈承包，说整个厂的废料全包给他，以普通铁价来收。大金牙那架势跟收保护费差不多。都是值钱货。老板，摸清了，大金牙给厂里报的价是1200元每吨，压了市场价1半。厂领导图审事儿已经基本点头了，就差盖个章的事儿。老板，那边都到盖章的份上了，咱们怕是插不进手吧？你觉得还有戏？基本点头不等于签字，只要印章没落下去，这碗里的肉就不定是谁的呢。要想拿下纺织厂废品合作，就得开回收分点，这可是大金牙的地盘。7、8家废品站全是他的眼线，一旦知道，指定捣乱到我们倒闭为止。万一闹起来，咱们人少，吃亏的是自个儿。我支持魏国，大金牙不过是个地痞流氓，能垄断东阳县，只是因为大家被他的气势吓住了。咱们敢抢，就赢了1半。主意定了，第1个分站就开在大金牙的地盘上，跟他抢市场。这儿好，大、结实，离工厂区3里路，收料出货都方便，适合做回收分站。这个仓库我租了。这个仓库申请的人可不少，得按规矩排队哦。您先抽根烟，辛苦您帮我争取一下，这事儿我有点急。小伙子，你这材料我先收着，但是能批不能批可不是我说了算，得看上面意思。当然，你想要我帮你的话，你懂的。当然，你想要我帮你的话，你懂的。同志，市里明文规定，凡闲置超过2年的仓库、厂房，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的人为拖延。这是规定的复印件，您要是觉得我材料不合规，请当场指出问题，我回去改。要是合规，麻烦您按文件要求给我盖个受理章。你居然知道？行了，等着通知吧。还想吃拿掐药？谢谢你的仓库和震惊值。喂，是我，他来了。对，刚进院子。谁呀？金哥，是我老钱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有个小子今天来我这儿申请租西郊那个第3仓库，说要搞什么回收分站，材料手续全得很，我实在挡不住，只能把章给他盖了。我知道那小子，这是向老子开战了。行，你听我说。
同志，仓库租赁的后续手续我这边都备齐了，什么时候可以拿钥匙？这事儿啊，出了点变化。县里另一家公司也看上了第3仓库，上面决定公开竞价，价高者得。哪家公司？这个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能在这节骨眼上冒出来的，怕是只有大金牙了。哟，这就是那个外地来的乡下愣头青，毛都没长齐，就敢往东阳县伸爪子。看上眼的生意，我从不会空手回去。安静，竞价开始。第3存储点年租底价200元，现在开始举牌。1500。1500，够你收半年破烂了吧，乡下佬？1500，够你收半年破烂了吧，乡下佬？3000。3000，直接翻倍！这乡下来的这么阔，这年轻人是不是疯了？3000块够在县城买个小院子了。我倒不是加不起价，但那仓库又远又破，连300都不止。不过，年轻人有魄力，老子认了。这仓库你拿去吧。东阳县的水深得很，年轻人别光顾着走快，当心淹死。既然竞价结束，第3产出点由林卫国同志获得，前办事员你带他去办合同手续。办事员，还请快一点。这是唯一一份合同原件，得慎重处理，万一弄坏了，得去市里重新申请，得用半年的时间。哥，您没烫到吧？我们小本生意，以后少不了麻烦您。这茶您留着润润喉，合同咱们慢慢签，不急。行了，签吧。还是你有办法，走，去看看我们一起拿下的分站。先彻底清理修补，把能用的架子留下，不能用的清出去。大家干活。国漫回收站东阳县分站开业，招工！让你开，不代表你真能开起来。我要让那仓库变成一个浪费3000块钱的空屋子。老板，今早我又贴了10张，从街头贴到街尾，回头再看，照样一张不剩，全被撕了，肯定是那个大金牙干的。这么下去，别说招人了，连咱们开张的消息都传不出去。他不让贴墙，那咱们就不贴墙。李正，明天一早把招工摊位摆在治安队大门口。那地方能摆摊吗？门卫怕是……咱们是正规招工，合法经营。这主意好，大金牙的人再横，也不敢当着治安队的面动手。行，我明早就去。
国漫回收招人，工资日结、月结都可以，包5发，不拖不欠，干满1个月有奖金。这国漫回收啥来头？能开几天啊？听说是外地来的，干完短期就撤了吧？这种招工，怕不是2、3个月就散伙了。这种招工，怕不是2、3个月就散伙了。我们是真的长期招人，总站在红旗镇开了好几个月了，生意一直稳当着呢。说的再好听，谁知道能撑几天？外地来的，干一票就跑的，也不是没见过。没错，谁知道你们收不收得到货？到时候干了半个月发不出工资，我们找谁去？还是咱们老板有先见之明，把咱们自己人伪装成应聘者。哼，这林卫国拿什么跟咱们老板斗？各位，我说2句，干长干短，嘴上说你们不信，那就看行动。今天来报名的，当场签用工合同，预发半个月工资。半个月工资先发？这什么？先给钱？还有这种好事儿？我报名。记录一下报名人数和工种，来多少收多少。得嘞。金哥，林卫国那边招到人了，10来个，全是当场签了合同，他还预发了半个月工资。预发工资，好手段！林卫国这事儿没完，咱们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一上午了，连个卖货的都没有。大金牙那边把路堵得够死的。新铺子开张总得有个过程，口碑不是一天能传开的。先去纺织厂，把那批废料拿下，比坐等10个散户上门都管用。马厂长，3个月了，家里米缸都见底了，今天不发工资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不走！我老娘的药钱都拖了1个月了。同志们，我知道大家难，厂里确实没钱了。不过厂里的那批废料，我已经跟大金牙谈成7分钱1斤了，钱一到账，我马上给大家发工资。7分钱1斤，那是欺负人。这台舒棉机里面含铬钒钢、锰钢，还有铜制线圈件，市价是2毛1斤，贵重部分还能至少能翻3倍。大金牙开7分，摆明了压榨你们。你说里面有好料？这机器搁这儿2年了，没人看出来啊？你们如果不信，按7分卖。当然，如果卖给我，3000块打包。3000块？这些破机器能卖3000块？我的天，比大金牙给的多了好几倍！签，现在就签！林哥，就等你了。厂长，我还想跟您谈笔新生意。我分站新开业，需要300套工作服。您这缝纫车间要是还能开工，这单我就下给您。能，老板你真是帮我大忙啊！缝纫车间机器再也不用旧的坏了，工人们能开工，能开工，我们也有工资。老板，你真是大好人啊！有本事，有良心，我没看错人。老板，你真是心太善了。3000元收了这堆机器，本来可能是赚的，但是又花了3000元订300套工作服，变相接济纺织厂的工人们。是啊，300套，我全家5口人可以1人1套了。好了，老板分配大家干活吧。
老板，这一台机器拆出来的各钢快100斤，总价值得有7000，咱们居然还能赚1000，不止。我这儿铜阀门也快拆完了，加起来少说70、80斤铜，至少赚3000。老板，这笔买卖咱们赚翻了！你这3000块花的比谁都精。亏本的买卖我可不做。我有万物鉴定，吃亏是不可能吃亏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吃亏。不过，我觉得你直接卖这些材料还不够，我帮你再拉个合作。哪位是废料处理负责人？我是青阳县机械修造厂的总工程师。我听说这批废料里有60、70年代进口机器的拆零件，我高价全收。这个尺寸的轴承座，我找了大半年了。还有这批齿轮，此数全对得上。周总，我没说错吧？您要的转动槽、轴承座、齿轮，我们这儿都有。这批货我全要，定价的事儿你来开。你拆的这么细，我不压你价。货是您的，价您定。您搞机械的，这些东西值多少，您比我清楚。您说多少就多少。有格局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按非标配件采购走账。这批货我出1万。1万！1万！恭喜宿主累计震惊值达到满额，新功能危险感应已解锁，可感知方圆50米内针对宿主的恶意与潜在危险。舒曼让别人震惊，我居然也能获得震惊值，而且一口气帮我解锁了下一功能。周总爽快，后续再有这种老机器的配件，我第一个通知您。那感情好，咱们签个长期意向协议，省得我到处跑着找。周总，您厂里淘汰的废旧设备，往后要是处理，能不能先让我们过个目？我们不白拿，该给的钱1分不少。行，以后机械厂出来的废设备直接拉给你们，价格好说。论商业头脑，10个我也比不了你。知道就好。老板有眼光，老板娘有头脑，这公司活该做大做强。金哥，咱们前头那些招都被他破了，今天还赚了快2万。看来要对付这小子，不能靠以前的蛮力了，得靠脑子。老板，刚接口有人递话，说青阳第一化工厂有一批报废反应堆和化工桶要处理，价格很便宜，让咱们赶紧去看看。好。危险感应触发，讯息源头存有恶意。这话是谁递过来的？接口那个常蹲着修鞋的老刘头说的，他说是化工厂那边的人托他带个话。你觉得有问题？信息的恶意，也许是在说无商不奸。有生意送上门，没有不做的道理。我去看看。哎呀，林老板是吧？我是仓库主任王建民，听说你是做回收的，这批废料放这儿占地方好久了，厂里正愁怎么处理呢。这些反应洞都是不锈钢的，外壳厚实，拆了能卖不少钱。化工桶也都是好料，虽然装过化学品，但都清洗过了，没问题的。反应梗和所有化工桶，打包1000元。可以可以，我这就去拟合同。危险感应持续触发，当前事件存在连锁性风险。还是没有问题啊？难道是因为这些东西装过高位化学物质？看来系统的新功能有些问题，太敏感了。
王主任，咱们的合作协议需写明是化工厂淘汰的废旧设备，厂方盖章确认，手续齐全，我好走账。林老板，明天您来拉货，我让人给您装车。够他喝一壶的了，这些玩意儿渗出来，光清理费就能让他脱层皮。那都是小的，一旦造成土地污染，他得坐牢。撤，等着明天看好戏。正好有空看看化工厂还有什么可以一起收的。储料罐内含汞泥等重金属废渣，泄漏将造成土地不可逆污染。停！那几个罐子别动，所有人退后3步。停！那几个罐子别动，所有人退后3步。原来系统2次危险感应都是真的，但第一次是在签协议前。那王建民不是凶手，启动时光回溯。魏国，这几个罐子有问题。没问题，大家继续搬运。走，跟我去化工厂。我们是环保联合调查组，接到这位市民的举报，说这里非法处理剧毒化工废料，谁是负责人？我是，同志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也要举报。我是，同志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也要举报，有人擅自在回收的罐子内倾泻剧毒化工废料。林卫国，同志们是讲证据的，你的罐子里有剧毒化工废料就是证据。当然。但我也有外人栽赃我的证据。时间、地点、编号都对得上，完整的过程记录。领导，我以化工厂仓库主任的身份作证，这批储料罐出厂时是清洗过的，里面没有这些阳酸废铀，罐体编号和出厂记录都能查。有人在我出库前动了手脚。还有，我是化工厂20年经验的技术员，这些剧毒化工废料跟我们厂生产流程对不上，不是我们厂的。你的现场处置非常规范，隔离、流量、登记全部流程到位，我们会记录在案。那这就属于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不是违规处理。林老板，要不是你细心留了证据，这批罐子要是流出去渗了毒，我们厂也会被追责，厂和我都完了。王主任客气了，证据我留全了，接下来该怎么查，您配合调查组就行。大金牙同志，你涉嫌恶意倾倒危险非职物，栽赃陷害他人。我们已收到完整的证据链，包括投毒人员在化工厂的出入记录、车辆轨迹和现场指纹比对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你在东阳县做事有章法有手段，我们愿意投靠你。孩子和人手都在，你一句话，我们立刻改名国漫回收站。大金牙之前他怎么收你们的份子钱？从今天起一概免了，大家归到国漫旗下，统一标准，统一价格，赚钱一起分。站稳了。站稳了。红旗镇是咱们起家的根基，张大力你去坐镇。
那边的老客户和货源你都熟。李正负责双河镇，那边离县城近，主要做中转分疗。陈东去白杨镇，地方偏点，但废料量大，你性子稳，正合适。老板放心，红旗镇我熟门熟路，不会给你丢人。双河镇的运输线路我规划过了，1周3趟车跑东阳，效率能提30%。白杨镇那边我跑过2趟，心里有底。3个镇子交给你们，我和舒曼坐镇东阳县回收站总部调度，每周末回总部开会。记住，牌子统一，价格统一，标准统一，谁坏了规矩，自己来找我认错。公章和联系表都夹在里面了，好好干，年底有分成。这一阵子一直在忙扩张的事儿，累了吧？我带你去个地方放松一下。卫国啊，要费的事儿现在才谢你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哪里，以我跟舒曼的关系，就是搭把手的事儿。曼儿在信里老提起你，说你有本事，人也正派。阿姨过奖了，舒曼帮了我很多，国漫公司能有今天，他有一半功劳。曼儿这孩子性子倔，一般人降不住。不过我看你行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挑个好日子上门来提亲。阿姨，这个。妈，你就别逗他了，来吃饭吧，记得来提哦，我可等着啊。卫国，我妈刚才说的话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咱们现在是合作伙伴，公事公办，提亲的事儿别当真。你确定？但我当真了。公司刚起步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关系才站在这儿的。等哪天公司站稳了，做得够大了，到时候再说。现在不行。行，等公司做到够大了，我到时候就来提亲，你别到时候赖账就行。白杨镇分站不是开业1个月了吗？怎么和没开业一样？老板，开业1个月，盈利不到100块，卖了几捆旧报纸和2车废铁皮，刨去油钱和吃饭，几乎是白干。采石场那边有大量废钢索，换了别处1车就能赚100来块，但车间主任李大山把口子堵得死死的，谁来收都得过他那一关。家具厂的边角料也一样，镇上地头蛇王麻子包了3年，外人沾都沾不上。我跑了10几次，连门都没进去。老板，我把你交代的事办砸了。你在东阳县那么风光，到我这儿丢你的人，我没脸继续再干了。李大山那边，你有没有跟采石场的工人聊过天？工人？没有，我每次都是直接找李大山，他不见我就走了。王麻子底下那几个搬料的力工呢？你跟谁搭过话？也没有。陈东啊，你要记住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李大山不放话，但采石场工人不一定跟他一条心。王麻子把着料，但他底下那几个力工每天干活，心里有没有怨气？老板，你的意思是绕过管事的，先摸底下的？门不让你进，我们就从窗户往里看。明天带上2包烟，跟我走。快给老子干！别耽误老子等会儿去喝酒。不过磅，连个秤都没放，这不是拉废物，这是搬家。王麻子吃家具厂3年了，从来没被查过。搬这么半天就赚几毛钱，太黑了吧！走，去采石场看看。
那堆锁子堆了至少2个月了，从没人动过。外头的人来收，他说没有，自家往外拉的时候比谁都奇快。工人拿小头，老板拿大头，底下的人干的是力气活。你明天去找2个人，第一个机修班班长，他管采石场设备维修，废钢索他见的最多，去处他最清楚。第二个家具厂仓库管事的，王麻子过不过磅，怎么装车，他比谁都门清。我直接问他们。不，先请他们吃顿饭，不聊收料的事儿，就聊聊天。林老板，你这么客气请我们吃饭，我心里头热乎。我跟你说，干机修10几年了，碎石机的轴承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废钢索堆得比人还高，可厂里账上永远说没废料，全让李大山的王八蛋自己拉出去卖了。这不巧了吗？我们家具厂这边就更过分了，王麻子的车进来连秤都不上，我们仓库里的边角料账上记得跟实际对不上，差了少说2成。可谁敢说？说了明天就得卷铺盖走人。而且我们干死累活，1个月到手就那10几口，他们倒好，拉一车料出去顶我们好几年工资。你们顶多是被压榨，说好听点，我们每一个工人都是采石场的股东，但实际呢，厂子是我们的，好处全是他们的。几位师傅说的，我太懂各位辛苦了。我在红旗镇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，但话说回来，厂里的废料归厂里，谁也没规定必须只卖给1个人吧。你们要是想换个路子，国漫回收在白杨镇开了分站，价格公道，过磅现结，不欠不拖。林老板，你说的这个价格公道，比王麻子给的高多少？他出多少，我增加5成，钱直接递到你们手里，不经第3个人。林老板，你要是真能做到现结不压款，我老张第一个跟你合作。那些废钢索我清楚在哪儿，李大山这个月才拉走一小批，棚里还堆着300、400斤，我全卖给你。家具厂的边角料，我仓库里就有记录。王麻子这个月还有2车没来拉，你这边要是真能接得住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时间段进来装车，趁他卡车不在的时候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上午，陈东带车去采石场后门找老张，下午我去家具厂仓库找老李，过磅的钱我当场付。老板，都这个点了，1个都没来。老张中午在采石场门口碰上我，眼神躲了一下，连招呼都没打。我觉得他们怕了。王麻子是什么人？白杨镇谁不知道他下手黑？李大山更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一句话就能让人卷铺盖走人。你看，工人跟王麻子、李大山是一个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咱们毕竟是外来的，为了一个外地老板得罪本地管事，搁谁心里都得掂量掂量。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我太懂人性了，苦水倒出来容易，咽回去难。今天饭桌上那番话，他们不说也说了，只要有1个敢迈出第一步，剩下的人就会跟上。别急。林老板，我是家具厂的小马，老李叔让我来的。他说你这边收好木料，这几根是红木条子，厂里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。王麻子从来不收木头，说占地方，我给您送过来了。红木好料，我收了。这4根条子1根3块，总共12块。12块钱够我一家吃半个月了。谢谢林老板，林老板太大气了。以后有料就往这儿拉，我照价收，现结。回去跟老李说一声，明天白天的料我也接。真来了。当然你想和厂里谁说都行，让越多人的知道越好，除了王麻子。好，你赢了。人性就是这样，有人开了头，尝到了甜头，后面的人就会跟着来。白杨镇的护城河今天开始倒了，只是今天这些红木买贵了，1分钱也赚不到。只是今天这些红木买贵了，1分钱也赚不到。魏国，红木条子12块收的，转手也就卖13、14，刨去运费，基本没得赚。老板，我算了算，要是照这个价钱一直收下去，咱们这一阵子怕是要白忙活。
赔本赚吆喝。你们说的我都清楚，但这是打开市场必须花的钱。白杨镇的人信不过外地人，信的是拿到手里的真金白银。多给几块钱，比说100句好话都管用。我们听老板的，老板这么做有他的道理。真给了你12块。没错，那老板很有实力，以后我只卖给他了。林老板，这捆有40来斤，您看看值多少？30斤出头，按3毛5一斤，给你11块。林老板，这个收不收？收，2根一共16斤，给你6块。第一步是收买人心，做完了吧？还是你懂我。现在人心到手了，就可以开始第2步了。第2步是什么？这几节焊条是哪儿来的？是不是想拿出去卖？厂里给你们这个权利，但是不通过我，连1块石头都不允许拿出去卖。你这个月工资够了。李大山拿着点权力当令箭，你等着。林老板，我叫老孙头，采石场干了20年了。这本子是李大山自己记的，我趁他换锁芯的时候多配了一把钥匙，偷着抄了2个晚上。2年多来，他倒卖厂里好钢材、好设备的日期、数量、车牌号和经手人，一笔一笔全在这儿。孙师傅，这东西如果属实，李大山至少能进去好几年。属实，每一笔我都亲眼见过。厂里被搬空了大半，我们这帮老骨头还饿着肚子给他干活。林老板，我就一个要求，让这王八蛋别再祸害我们了。魏国，这东西虽然是铁证，但举报的人也是同罪者。老孙头偷配钥匙抄了人家的私账，真要追究起来，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谁会拿自己的安稳去赌？万一这是李大山故意做的假账，引你往里跳，咱们就成了栽赃诬陷。老板，我也觉得太巧了，白天刚扣了工资，晚上就送账本上门，这时间挨得太近。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但你们记住一条，斗争的核心是双输好过单赢。要是真的，李大山知道有人动了账本，他会先下手把老孙头整死。老孙头把账本送过来，就意味着他已经豁出去了。如果是假的，老孙头也属于故意陷害，不会搭上自己20年的饭碗来演这出戏。而且我能确定这本子是真的，毕竟我的危险感应没有任何报警。明天一早把账本送镇有关部门处理，4封同时发，这样就算李大山想互相通气，也没有人敢把这件事压下来。我亲自去邮局挂号寄。白杨镇这潭水该动一动了。李大山同志、王麻子同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王麻子进去了，厂里废料处理这块必须重新找人。你那边的方案我看过了，公平合理。从今天起，家具厂的废料归你收。感谢信任。李大山的事儿还没定性，但废品业务不能停。我知道林老板你很有实力和信心，但出于公平，我们需要公开招标，欢迎林老板来投标。投标方案要写细，我觉得核心是透明流程，让厂里和工人都放心。方案里加3条：3方监督，1式3份，分拣奖金，厂里派人监督称重，工人按分拣量拿奖金，账目3方各存1份，谁也别想再做手脚。老板，投标的事儿，我听说有人开始走动关系了。镇上几个供应商，这个请吃饭，那个送烟酒，路子都铺到采石场副厂长家门口了。咱们光靠方案，怕是这次不需要走关系，也不能走关系。哟，这哪是投标啊，这是出书呢。小伙子，第一次参加招投标吧？我教教你，招投标不是比谁的本子厚，比的是关系。
你来这儿之前没找人问问路子啊？就是写那么厚一摞，领导看得完吗？我们这行当几页纸就够了，比的东西从来不是桌上的，而是桌下的。年轻人不懂规矩就别来趟浑水，带着你的著作回去吧。几位说的对，你们确实比我懂招投标，不过今天恐怕有些不一样，你们几位今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跑到我们这白杨镇的地盘上撒野？我看你不是来投标的，就是来捣乱的。对，这小子根本不懂规矩，搅局的，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！安静！我代表采石站招标委员会宣布，凡在投标期间存在请客送礼、私下承诺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供应商，一律取消投标资格。你们4家供应商经核实存在违反公平竞争招标精神的行为，投标资格取消。有效投标只剩1家，国漫公司。不公平！凭什么取消我们资格？你们这是偏袒外来户！我要投诉！我们几家联名去县里告你们！对，他一个外地人，凭什么拿走白杨镇的生意？你们到底是不是白杨镇人？你们做生意的怎么不带脑子？采石场前脚刚因为暗箱操作被县里盯上，你们后脚就送烟送酒请吃饭，这不是给人家递刀子。采石场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跟你们撇清关系，不只要取消你们的资格，还要主动举报你们，才能证明他们自己没问题。不可能！我们合作那么久了，大家都是白杨镇人。你们几位涉嫌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果然和你说的一样，还好我们没有也选择这条路，不然国漫公司可能就栽在这里了。走吧，该庆功了。大伙儿，我们一起敬老板一杯，感谢老板带我们赚大钱！感谢老板带我们赚大钱！各位兄弟辛苦了，是你们帮我赚钱。明天开始，所有人的工资涨10块。老板，你在白杨镇的事儿我听说了，我是念过大学的人，但跟你比起来，我像个新兵蛋子。你这一步步算的也太准了，从请吃饭到投标，一环扣一环，我服了，真的服了。白杨镇这一仗虽然完美收官，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都是准备阶段，热热身罢了。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。下一站，泸州市，那才是真正的战场。这街道比县城宽1倍不止，楼房都有5、6层，那是不是百货大楼？跟清安县那个比，大了3、4倍。老规矩，我先去跑跌打药膏的路子。泸州市的百货商店比县里多，市场大。好，我带你逛一圈，熟悉熟悉。后续业务有交叉点。说了多少回了，这里不能摆摊儿，车子扣了，明天到队里交罚款领回去。2位同志，我就剩这几张饼了，卖完马上走，孩子还病着，求求你们通融这一回。同志，大中午的辛苦了，我刚好路过想买几张饼，他卖完这几张就走了，不耽误你们工作。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他把这单卖完？行，让他卖完马上走，别再有下次。大姐，这几张饼我全要了，您收摊早点回吧，孩子不能在外面吹太久风。大兄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你是外地来的吧？听口音不像泸州的。青阳县来的，想做废品回收生意。大姐，你知道泸州市里这行什么情况吗？大兄弟，我劝你一句，泸州的废品生意早被人分干净了，城南收废铁，城西收旧书，城北收玻璃瓶，每个地方都有大管着。外地人来了根本插不进手。我男人以前也想干这个的，后来被人打了2次，就再也不敢干了。果然不容易啊！你们就别想了，毕竟一个地方一个规矩嘛。没事儿，我来泸州就是来改规矩的。没事儿，我来泸州就是来改规矩的。大兄弟，可别这么说。大姐，谢谢你跟我说实话。有规矩有秩序，说明市场已经跑起来了，不是散兵游泳。只要找到门路，就能撬开口子。泸州机会很大也很多，我们得分2条路走。我和李征他们去跑回收站，你去跑跌打药膏，说不定能互相支撑对方。好，你们2个在我离开后一定要照顾好老板。
要是让我知道老板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是。走，先去城南综合回收厂看看，到底什么样。液压减废铁，这效率比咱们人力拆快了10几倍。10几辆车同时倒瓶，一天得进出多少吨货？每天的利润怕是上万了。废品回收在这里已经不是街边收破烂的营生了，切割、破碎、分拣、转运，各道工序分开跑，体量是咱们县城的好几倍。老板，咱们从哪儿下手？那几块地少说20-30亩，我要把它们都买下来，盖一座分拣中心。那几块地少说20-30亩，我要把它们都买下来，盖一座分拣中心。老板，你说的那个分拣中心，我好像在书上看过，但那都是资本世界才有的东西，你怎么懂这些的？上一世我所在的社会用无敌的工业实力已经把所有资本世界干翻了，这些东西都只是小玩意儿。我以前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，收废品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是加工，把废品变成工业原料，直接卖给下游工厂。废铁剪成合格炉料，塑料洗成干净颗粒，玻璃打成标准碎料，废品就不再是废品，是原料。开中心需要液压打包机、龙门剪，这些设备我在省城工业展销会上见过，一台就得几万块。塑料清洗造粒线，那更是大厂的配置。老板，这是要造一个工厂出来，我只知道收破烂卖废铁。你这一说，废品从原材料变成工业料，利润至少翻2番。老板，你真是天才！我们还在想着怎么收料，你已经在想怎么卖原料了。老板，你说怎么建，我就怎么干。天才谈不上，只是比你们多看了几年书。走，先去拿地。怎么是这儿？是直属仓库。不行，没想到老板指定的全部空地都是已占用、已征用，预留给某单位，甚至泸州城郊所有能用的地块都被人拿走了。老板，再跑下去，怕是也找不到空地。咱们是不是换个思路？找地不如找人，去茶馆、去工厂家属区找退休的老人聊天，看看有没有烂摊子。张大爷，来一根。泸州城东有个鸿飞砖瓦厂，荒了快10年了。当初那厂子火着呢，后来上面说要改什么制，归了这个部门又归了那个部门，扯皮扯到现在，厂房还在那儿烂着，100多亩地，长草都长了1人高。可不是嘛，3个部门扯皮，你也不管，我也不管，地倒是不行，可谁敢碰？谁碰谁惹一身骚。两位老师傅，这鸿飞砖瓦厂具体在哪个位置？离这儿远不远？东郊7里铺，下了公路，拐进土路，走1里多就到了。就是顶塌了一半，院墙也倒了几截。你要是想去看，明天天亮去，晚上那儿连个灯都没有。几位叔，今天多谢了。就他了。这里完全是荒废的状态，而且就算要清理，也得花一笔钱。怪不得3个部门没有一个愿意接手。
不过这里差不多100多亩，比咱们东阳总部大了10多倍。老板，厂房骨架全在，地基这么厚，砖窑和车间主体结构基本是好的，这钢架结构还结实得很。屋顶要是重新搭一下，这里非常适合建分拣中心。可问题是，3家产权扯皮的地，任何一家不会来用，更都不会轻易让出来。咱们怎么才能拿下来？对啊，老板，这地是好地，可没人肯松口，咱们总不能强占吧？你们说的对，3家产权扯皮，谁都不肯让，这地才荒了10年。但恰恰因为这样，反而有得谈。3家僵持着，是因为谁都拿不到好处。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子上的办法，不是去分他们现有的蛋糕，而是创造一个新的价值，让他们看到这块地只有交到我们手上，才能生出钱来。咱们不抢不占，我们请他们来合伙分钱，创造一个新价值，把3家请到一张桌子上。老板，你有想法了？先回去把鸿飞砖瓦厂的律师和3家单位的情况摸清楚。老板，我画了10几张图了，怎么画都不可能让3家平摊全部费用，肯定有一家要吃亏。政策文件里关于闲置资产处置的条款我都翻遍了，没有一条能同时适用3家不同单位产权。是我大意了，这个问题居然这么难，难道进入泸州的计划就得这么流产吗？魏国，陈东跟我说你们在鸿飞砖瓦厂碰了钉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普通的合作商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不想让你也跟着着急上火，想等有眉目了再跟你说。你不让我参与，我才会真的着急。咱们是合伙人，不是上下级。你有难处，我难道就该坐着等消息？我错了，这回我是真没招了。书翻遍了，人也请教了，实在想不出怎么让3家都满意的方案。让3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其实不止一种，比如说帮他们解决就业问题。3家单位各有一批下岗职工没着落，分拣中心建起来以后需要大量工人，地盘给他们用，岗位给他们的人，这笔账他们算得过来。就业，对，就业，他们争的是地，要的是业绩和安稳，我就给他们业绩和安稳。看吧，你还是需要我的。一直都是。老板，舒梦说什么了？他说就业，3家单位各有一批下岗职工没着落，我们把分拣中心的岗位拿出来，定向招他们的人，地盘我们用，岗位给他们的人，这笔账他们算得过来。就业招工，对，他们把地捏在手里10年没生出钱来，咱们把工厂建起来，招他们的人上班，这是给他们送业绩和解决人员实际问题。同志，这是关于泸州市东郊鸿飞砖瓦厂再利用的可行性方案，里面涉及闲置资产盘活和就业安置，麻烦您转呈市领导。行，我转交上去。老板，3天了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市里每天要处理那么多文件，咱们那份儿，怕是早就压在哪个角落了。唉，这种事儿急也没用，领导忙，顾不上咱们一个外地来的小公司。是林卫国同志吗？领导批示了你的计划书，
通知你后天上午9点到市机关3楼会议室，向市首和3个有关部门做专题汇报，请准时到场。好的，我一定准时到。成了，就按这个办，机会就在眼前。关于建立我市再生资源综合处理厂的初步方案，我向各位领导做个报告。林卫国同志，你的计划书我们看过了，请3家产权单位领导先提问。第一，你这方案里说要建分拣中心和生产车间，厂区现有的砖窑车间钢架结构已经废弃10年了，安全评估谁来做？改造资金从哪里来？万一厂房塌了伤了人，责任算谁的？第二，你号称要让待业青年和伤残退伍人员进去就业，这批人的技能培训谁负责？培训期工资谁出？第三，那块地牵扯我们3家产权，你用就业安置做交换，可万一工厂开了2年黄了，职工往哪儿推？是不是又要推回给我们？果然，这个烂摊子10年没人解决得了。他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，估计这次也只是碰一鼻子灰回去了。口授无凭，李厂长。各位领导的问题很简单。第一，安全评估由市建筑质量检测站出复报告，改造资金我全额垫付，厂房坍塌风险由施工方和质检方双保险承担，与你们任何一方都无关。第二，技能培训由国漫公司联合市劳动部门共同组织，培训期工资由公司承担，按待业补贴标准发放，录用标准以实操考核为准，考核通过上岗，不通过可再训1次，不养闲人也不赶人。第三，工厂的用地模式采用使用权租赁加收益分成，3家单位以土地折价入股，国漫出资金和运营，每年按固定比例分红，合同签20年，3家按股分成，不存在往回推的问题。方案无可挑剔，就业这块我认可，把分成比例写清楚，我没意见。城市就业管理和城市发展果然没有白看，我说的东西全是里面的。原则上我支持这个项目，但我要看到实力，证明你有能力把这个事儿做起来。1周之内，你拿出50万的资金证明。50万？国贸公司账上能动用的流动资金，把所有现金和存款加在一起，总共18万。东阳县那边的几个镇子还没到回款期，但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的。就是还要凑32万，就算把我卖了也凑不够啊！最重要的是市首只给1周，7天时间凑那么多钱，除非是原本就有，不然根本凑不齐。我出去一趟，明天回来看结果。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去了也没用。那个地方只有我的名字。还好我有万物鉴定，但大部分不是假货，就是不值钱的。必须出一个打开门的，才能一次性凑够32万。就是这个。老板，这个木头疙瘩雕的倒挺圆润的，多少钱？那个，你要就给30。行，我拿着摆着玩。
剩下就是把这东西出手，50万就凑齐了。东西确实是好东西，但我小本经营，您这尊木雕实在不敢接。您这东西要40万的价，我收了压在手里赚不出去，您还是找大买家吧。玩不起，您这玩意儿比我这店都值钱。就这么算了。不错，品相完整，确实是好东西。要40万确实是合理的价格，但目前泸州的拍卖场还没有开放明代之前的高端古玩专项拍卖，按规定只能做私人收藏或私下交易，走不了公开拍卖流程。您这物件有价无市啊，只能看什么时候能碰上识货且有实力的买家了。那不就是纯看运气了吗？东西是真的，总有一天能卖出去嘛。而且老东西越拿越值钱，但是我现在急着用钱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40万的东西，硬生生攥成了有价无市，跑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能接得住的人。50万的资金证明，难道真要卡在这30块钱的奇难上？老板，30万凑齐了。谁给的钱？是哪家经销商？还是你找银行贷的款？老板，回公司你就知道了。这事儿我说不清楚，得他自己跟你说。看来是资金到位了，那正好，下午可以去市首那儿交证明了。这钱是你凑的？怎么凑的？我以个人名义给叠打药工厂那边打了电话，拿我自己的信誉做抵押，让他们把合同里所有的预付款和未结货款提前一次性支付到位。前后打了20多通电话，谈了3轮，最终对方同意了，32万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全给你了。你用自己的名誉做抵押，如果这个项目做不成，你从此背上老赖的名声，巨额债务压在你一个人头上，你的商业生涯就全完了。你怎么可以把这么大的风险扛在自己身上？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行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真的失败了，你也会养我一辈子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管成不成，我养你一辈子。我们从今天开始同进退。要说话算话哦。别在门口偷听了，进来吧。带上你们老板娘，跟我一起去拿下泸州市。走吧，咱们出去看看。未来肯定越来越好。林总，您为我爱人的工作安排真的太感谢了。她下岗在家待了3年，现在能重新上班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人，谈什么感谢？而且你是个好男人，对自己老婆好的男人都差不了。好好干，待遇不会亏了你。对了，让李总、陈总不要只知道忙赚钱，钱是赚不完了。明天董事会我要公布下一阶段的商业布局，他俩今天必须回家跟家人团聚吃年夜饭，告诉他们这是命令。
这种小事让阿姨来做就行了，你大着肚子还站灶台前，油烟呛到怎么办？阿姨呢？阿姨，今天吃团圆饭，我给阿姨放假了。你难得回来早一回，我亲自下厨。坐下等着，最后一个菜马上好，这是命令。是，舒总。来，大宝，爸爸抱抱。